在了。山风吹走我心头的热，你倒下的时候，世界不在了，大地上散落着我的执着，像你悄悄留给我的誓言与传说，还有梦子里不朽的红色烟火。是否记得？是否记得？感觉如流星般跌落。是否记得？是否记得？战斗如海浪般寂寞。我还记得，我还记得彼此征服跳过的河。我还记得流着眼泪唱过的歌。高来明，躲什么啊？江南正同志，我对不起你，我没完成任务。脸转过来。我不转。转不转？呀！不疼啊你？我不疼。行行行，你不疼，你是石头。把帽子摘了。摘帽子干嘛呀？给你换药。要是任务完成了的话，这样还挺好的。说什么呢你？别动啊！你赶紧休息吧，明天找军医给你换药。那几个兵过来一下。出去，快点，快点！你别推这儿啊！拿着工具，把门给我打开。火车门啊！少废话，快点儿！好好好，开。信兵蛋子，快点！干嘛呀？给你们干活呢！注意点，快点！哎，干活吧。来干，来。干。高粱，必须要用这辆火车运送武器弹药去南镇，打咱们234师一个措手不及。照你这么说，234师就交代在这儿了，那还睡啥睡呀？哎呀，咋整啊？来，要不咱就学铁道游击队，要出去给他火车炸。哎，真打仗可不能这样，这里都是弹药，你要炸了，我们这些俘虏全都死了。那我怎么搞？我铁轨给他刨了，能修，能修？那我偷拉手榴弹，炸了还能修啊？能抢修，我炸了还能抢修？这机上炸成麻子，3、4个小时都能抢修回来，更何况一条铁轨，部队干的就是这个。那你说怎么办吧？我看呀，这扒铁轨跟开车得同时进行，让列车出轨，这个抢修不了。行啊，那这么干呗。我看这样，我们得展示足够的破坏力，给敌军造成不能挽回的后果，同时又不能造成太严重的后果。
听明白了吗？啊，就是想下馆子，也不想掏钱是吧？5分钟的时间。你已经阵亡了，老兵，不许耍赖。松了刹车，车才会走。哥，以前在窑里，我喜欢点泡点菜。每次爆炸声传来，看着火光，我总能想起你。高山，走！我觉得这样能离你更近一些。我特别想知道，那些炮弹落在你身边的时候，你是怎么想的？此刻，我穿着跟你一样的军装，炸了铁轨。我第一次干成了一件大事儿。
市长，导演部通报：樟木火车站新兵闹事，火车未按计划正常发出，增援的火炮和装甲部队未能出发。市长，政务员来电。哎，王大鼻子，你放心，南镇没有重武器，你也不一定会输。输不输再说吧。这次演习让2个新兵蛋子给搅了，脸上挂不住。不能这么说，咱们不都是从新兵蛋子过来的吗？啊，你别小看人。我的人跟我说，这2个新兵蛋子不简单呐。要不我派2个人把这2个新兵蛋子给你送过去看一看？我不看。你奶奶的，你还真能沉得住气啊！下棋演习、拼酒打仗，必须得忍得住。王大鼻子，这不用你操心。新兵蛋子里的苗子，就像锋利的针尖儿，我早晚会看见的。他们越优秀，我越能早看见他们。你说的有理啊！你以为我光会说呀？我给你送去的礼物，你收到了吧？站住！哎！轻点，轻点！哎，轻点！秦汉勇，哎，首长，礼物谁送的？我们师长啊。首长，这么近的距离，您肯定跑不掉了吧？战友们，演习结束了，放人吧！老兵同志，请放人！老兵同志，请放人！老兵同志，请放人！哥，第一次被人举起来，欢呼着，胜利的感觉真好。我发现自己非常想把这个心事告诉一个人。我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，但我还是坚信，那天晚上在欢庆的人群里，我看到了他。师长，我觉得这几个小子还是有点谱的。你看，他们只是在铁轨旁边炸了一个大坑，启动了火车，但是并没有开走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们想表达，他们有能力炸毁铁轨，并且启动火车，制造出轨事故。陈大山，你这叫护短儿，新兵胆儿就这么大，以后进行训练管理，不定出多大的问题。以最快的速度查谁出的主意，谁动的手，这样的兵进了部队，一个一个都是定时炸弹，严肃处理，不行退兵。新兵能退720团没法退，兵得从内部治。报告师长，我们团这些年在军事训练上确实落后了很多，尤其是转隶以后，老是拖师里的后腿。俗话讲，主将无能，累积三军。我做检讨。先说理由，再摆困难，最后做检讨。陈大山，自我批评的老三样，你练得不错嘛？啊？你的检讨我记账上。说条件。师长，我准备从源头抓起，给我5名带兵干部。几名？5名。这次4化轮训的干部，一张嘴你要调一大半。是啊，香火要用重锤。2个。我把全师素质最好的2个连级干部给你调来，啊，做你720团的脚底板。抓训练，抓思想，抓作风，抓养成，从新兵开始抓起。2茬血换下来，我不相信练不出好钢来。是，720团保证向700团学习，练好腿，不迈腿。哦不，练好腿，不迈腿。部队只要不打仗，问题就像秃子头上的虱子，简单清楚。但当你真的握起拳头，准备解决问题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问题就像战场上的敌人一样，善于隐蔽与伪装。你的拳头有可能会伤到友军。带好一支部队，就像打一次战役，不能有半点轻松。师长，这次演习
险中求胜，我们赢了。赢了。靠2个侦察兵侥幸得来的胜利，真的是胜利吗？如果不知道胜利因何而来，我将寝食难安。靠运气的胜利不能掌控，比失败更危险。我告诉你们啊，这次咱们2、3、4师之所以能反败为胜，主要是因为2个同志，一个呢叫秦汉勇，他渗透斩首立了大功，这是个干部；另外一个叫夏灵，我要强调一下，这是一个战士。这次他不但立功受奖，而且破格提干了。破格提干了，我的战友们，你们好好想想啊，怎么跟人学一学。他干什么了？这个夏林潜入了敌后，发现了敌人的伏兵，打出了一枚红色的信号弹，把咱们师给救了。什么信号弹？啊？什么红色信号弹？咱们演习一共打几颗信号弹？多新鲜呐！一发信号弹就提一个排长，你要曹操多打几发，那不提一个团的干部吗？就一个信号弹，红色的。啊！我，排长，那我打的。那我打的。吹什么呀？你又还得过日子了，你打的，你打的。真我打的。你别不信，我就拿B军那个姓李那个干部的枪打的，不是鬼也看见了。哎，大明白？我不认。呀！是到了，哎，团部到了。哎，对，升岗，真的团部了。太奇葩了。你讲这能赖谁？只能怪我们自己掉链子。这件事情已经参谋长盯上了。兵是你接的，情况你说。这一届新兵的训练非常重要，怎么搞好新兵连的建设？你给我提个建议。团长，我就是一军务股长。你别光装脑，假谦虚，有什么讲什么。是。团长，今年这茬新兵里边有好几个，那是相当活跃的。路上就打起来了，还有樟木火车站演习，当着干部的面呢，想哪干哪。当然了，结果是好的，但是这事儿我就现在回忆起来，这后脊梁直冒冷汗呢。你也知道怕。像这样的新兵，大概有几个？80多个。哎呦我的娘嘞，这么多啊！所以团长，咱团要想翻身，我建议啊，把这批捣乱的，咱给它集中起来，这样呢便于管理，放在一块儿，攻坚克难。出不出成绩没关系，关键这样好管理啊。你要是分到各单位去，那是摁了葫芦起了瓢，摁了葫芦起了瓢，将来顾此失彼啊。是个办法。哎，换个积极的角度想，也可以把条件好的新兵选出来，编成一个连啊，当成标兵连培养。不过这样会不会让其他人觉得自己被抛弃了？什么抛弃？抛弃谁？货色跑得快，全靠车头带，以先进带后进。我们要打个漂亮的反胜仗。定了，就按这个思路走。是。等新兵下连以后，表现好的编入1连，捣蛋的编到3连去。那处分的事儿再等等呗，再观察观察，给他们一次机会。你看呢？参谋长不会让我们等呀。
参谋长的原话讲：迅速查清，严肃处理，不行就退兵。你讲我们能怎么办？按参谋长的意思办，你去处理吧。是。不。报告团长，我是来。你来干什么？我不知道吗？你来请求处分的吧？来替当时的兵出勤的吧？我都说了半天了。报告团长，樟木火车站几个新兵离队和炸铁轨的事情，我的确知情，应该承担责任。你觉得你的肩膀宽，能替我挑这个担子？好，你来。这个椅子你来坐，我这个团长你来当。想想，我再重申一遍，你们两个给我听清楚，你们没有离队，也没有指挥他们去炸铁轨，这件事情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一个是我7·2联团的军务股长，一个是从师里输血过来的基层主管，我要处理了你们，那以后谁给我7·2联团来擦屁股啊？我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？但是团长，这对那几个新兵不公道。是啊。公道。陆平潘，你这个学生官，念书念傻了吧？军人只讲纪律，讲牺牲。你个傻仗，你干什么？报告。哦，市里想把这次表彰大会放在咱们团。哦，想给新兵搞一次领章和帽徽的授领仪式。这不是胡闹吗？哎呦，我的娘了！哪有新兵一来就发领章帽徽了？这是哪个傻子？师长亲自指示的。他说这次新兵经受住了考验。师长的指示。啊。师长这种激励加鞭策的目的非常明确，啊，我们要领会。表彰大会要办好，要保证万无一失。是。首长好。首长好。好。这次军区组织演习，我2、3、4师全体官兵经历了一场考验，暴露出了不少问题，也表现出了1不怕苦、2不怕死的拼搏精神，最终夺取了演习的胜利。现在宣布获得师表彰的单位与个人名单。以下人员记3等功。你俩坐吧。坐吧。坐。高亮，到。你要是坐不住，你就站着吧。我能坐住。宋部长，你有什么事儿非要现在说？那楼下正开表彰大会呢。你说一旦表彰到我了，那连里找不到人，多着急啊！千万别因为我一个人耽误了整个表彰大会啊！你的心态倒是不错，很乐观吧？可惜方向反了。找你们来，想跟你们谈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演习的时候发生的事儿还记得吧？记得就好。咱们分3步说啊。第一，路上你们打架闹事儿，聚众斗殴，有这事儿吧？态度很好。
那理起来就快了啊。第二，接兵团在樟木火车站被俘的时候，你们组织新兵哗变，擅自离队，这事儿也有。这事儿没有，我们拿什么哗变？我们那是组织大伙儿营救战友。有还是没有？没有。有。这条路是我们自己选的。好，第三，你们俩盗窃手榴弹，损坏国家设施，差一点炸毁铁轨，千真万确吧？这不对，我们那是为了帮助我们师打赢这一仗，所以才去炸铁路。而且我没炸坏铁路，我在铁路旁边我炸一坑。我说你别搞错了啊！2、3、4师打赢仗，不是因为你们抢火车炸铁轨，明白吗？首长，您到底想要说什么呀？我先表个态啊，你们俩是我接的新兵，体检、政审都合格，但是在接新兵的路上遇到演习之后，你们暴露了一系列的问题，具体说，就这么3件：打架、闹事儿、擅自离队、盗取武器、破坏铁轨未遂，啊。师长，你这说太严重了，根本没那么。先听我把话说完。这个事情，有些是干部现场发现的，有些是事后摸清楚的。幸亏发现的早，尚在可控的范围之内，否则可能给部队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。所以，我们军务股经过研究，上报团党委同意。觉得你们不适合留在部队，现在正式通知你们，对你们做出退兵处理。退兵？首长，你真是不能吓唬我们啊！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，部队会尽快和你们原籍的武装部取得联系，把情况说清楚，把退兵的理由说清楚。至于档案里怎么写，我再斟酌斟酌。行了，回去收拾东西吧。明天连部的活动不用参加了，直接到军务股来报道。不行，我不接受。凭什么退我？我做错什么来为你退？我就不走。胡一野，这是野战部队，不是你们部队大院，大院子弟也不能犯浑。孙监制啊，不当俘虏是我们错了啊！再说你们干部当时都知道这事儿啊，我们炸铁轨是为了保住2、3、4师的师主力，对吧？新兵都知道，都参与了。现在演习结束了啊，出问题了，想起照我们背锅了。教练，不要扯其他人。我说错了吗？陆平华有没有跟你们说过，这么做是有风险的？之后调查组是找了陆平凡，也找了当时在场的新兵们，做了详实的调查，得到了详实的证据。原则上没法改变。退就退，你真当我还当这兵呢？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你们这帮干部一个比一个烦人，数你事儿最多。退吧，我也走了，求我都不回来。高亮，宋部长，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变这个结果吗？没可能啊，这是团领导定的调子。除非找一个人。谁？看见南征了吗？没看见，没注意。南征，别疯了，出事儿了！怎么了？高粱和顾一瑶被退兵了。南征，你慢点儿！干嘛呢？
同志你好，我想找一下高粱和顾一野。不行，上级有规定，不允许任何女兵进男兵排房。我找他们有事儿，要不你帮我把他们叫出来，我说2句话就走。你就通融一下嘛，我找他们真有事儿。说了不行就是不行。你干嘛呢？报告班长。女战友有困难，帮助一下嘛。2位女战友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同志你好，我想找一下高粱和顾一野，你能不能帮我叫一下他们啊？好啊。顾一野不在，高粱里边有事儿，忙着呢。女战友，可否告知我你的姓名，以后也方便我。有什么事儿，我可以帮你们转达一下。童兵，咱们走吧。我叫江卫星，红色电波侦察控，千万小心东方红里，东方红的那个卫星，江卫星。哎，老姜，刚才什么情况？一个女战友非问我的名字，我告诉她了。长得漂亮吗？来，班长好，班长，班长好。顾一野呢？不知道呀，早上就没见。啊，咱们向北200米是咱们的卫生区啊，大家尽量打扫干净，好吧？是。老高，听我说，你知道吗？俺能当兵这事儿，是俺们村最大的事儿了。那俺走的那天，那你知不知道？全村人都出来了，都出来送了，敲锣打鼓的，可热闹了。那真是娶媳妇儿都比不了。俺得当着全村人的面跟俺说：“牛满堂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敢让部队给退回来，我打断你的腿。”然后俺接着赶回去。俺娘也赶回去了。老高，对不起。可是，俺是俺们村全村的希望。哎，老张，哎，这2个兵被退，影响到你提干了吧？陆平凡，团长什么态度你不知道吗？你不是没说服他吗？这件事我们都有责任。行，那我一个人来承担行不行？好。你伟大，你有种，你义薄云天。我不同情他们了，我不觉得可惜吗？那么强的表现欲呢？报告，进来。什么事儿？我想问一下，高粱和顾一野为什么要退兵？张飞，新兵是你接来的，
这个时候，我知道，应该好好安抚他们的情绪，把他们顺顺利利的送走。很好，看到没有？优秀的班长的态度。但是，这次演习期间，高粱和顾一野所有的行动，都是我同意的。不，你就直说吧，你想怎么样？如果说你们要是真的把他们退兵的话，把我也一起退了吧。不是，张飞啊，你过分了啊！有我在这儿呢，用不着你来抢功啊！张飞同志啊，咱俩呢是童年兵，这么多年你虽然没提干，但是你兢兢业业、任劳任怨，带出那么多新兵来，从来没为自己的事情找过领导。今天怎么了？你想干什么？就为这2个新兵，要把自己的前途给搭上？把你退了，你退得起吗？你家里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？宋长，陆正元，我跟他说的每一句话、每一个字儿，都是真心的。我愿意为我说的每一句话负责任。我问过我的战友，这次演习当中，夏林打的是臭弹，那发信号弹是高粱打的。这件事情，700团的李少斌连长可以作证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喂，请接700团侦察连。同志，请出示证件。我没有证件，我找师长。你有什么事跟司令部值班室报告过吗？没有。那你不能进，请退后。我是720团的新兵，我找师长。新兵同志，哨兵神圣不可侵犯，这是师部，请服从纪律。我没有侵犯哨兵，你告诉我，纪律要我怎么做？你找师长有什么事儿啊？见到师长，我才会说。你们心里是真没数，还敢来找师长？你们走不走？你不走，我走啊！孙科长，我是越想越后悔呀，背着团长来拆他的台，跑到师部替2个新兵说话，给人骂得跟个孙子似的。这哪像个机关干部干的事儿啊？你一个学生官也就算了。大伙儿都知道，你这人傻，我跟着起着碰。不是，你说清楚了，学生官怎么了啊？学生官就该着被你们这些浑浑噩噩的老机关瞧不上眼啊！最后一次了啊！我的人情都被你用光了，最后一次。我听说你们这批学生官走了好几个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。我特别欣赏你。哎呀，我这种老机关，偶尔突破一下规则，也挺有意思的。
就这天气，老兵能站2、3个小时，新兵也就40分钟吧。他呀，应该能撑过1个小时。看得出来，挺喜欢这个兵是吧？说实话，高粱呢是属刺猬的，退就退了，少他一个，部队更轻松。顾一野，天生的一块当兵的好材料，退他属于合理，但是留下来会起更大的作用。不是为个人，是为部队。这支军队要真让人高看一眼，不是活在老电影里，就得多一些这种素质的兵。我知道你们这些学生官吧，老觉得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不懂你们。我只想告诉你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看不到的傲慢和偏见。我不是不同意你对顾一野的看法，我是觉得你可能轻视了高粱。老高，你对贾瑞好，对俺好，俺们这心里边都跟明镜似的。可是俺真不能被退兵。老高，你跟顾一野不一样，俺跟你也不一样。你离开的时候，阳光它不在了，胳膊上留下你支撑的热，天空中有你挑灯看见的颜色，大地上有你风车红旗的战果。我们曾经在一起，互相搀扶，饮马大洋的梦。我们曾经在一起，吹角涟漪，点燃满天烽火。我们在一起，战友如兄弟，生与君齐同，思想沙场。